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雪中抱娃路透好虐心，侧面受成纸片人，男主演技令人期待。众所周知，但凡能够凭借路透营销出圈的影视作品，开播热度基本都不低。白鹿和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虽然还没有正式杀青，已经凭借或绝美或虐心的路透多次出圈，再加上编剧于正对于剧本的精心打磨，真的很难让人不期待。此前白鹿在《临江仙》中给人的感觉都是灵动清雅的，完全没有新路透凄美破碎的视觉震撼。由于李清月和白九思的多次虐恋，从过往路透中也能看出，两人曾经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但这个孩子逃不过夭折的命运。可网友从未在这么直观的角度看到过女主的母亲身份。她衣衫单薄站在雪中，尽管额头已经磕出血痕，却还是不愿意放弃怀中的孩子。李清月眼中的破碎和绝望简直要溢出来，给观众完美演绎了伤心欲绝的母亲。虽说白鹿之前饰演的古装角色也有结婚生子的经历，但长月烬明中的淡台子密在正片中被一剪梅宁安如梦的孩子也是短暂出现在最后一集，完全没有《临江仙》中这么重的戏份。白鹿饰演的李清月很好诠释了母亲的身份，抱着健康的孩子时满眼温柔，整个人散发着母性光辉。得知孩子生命垂危，恨不得以身代之。这破碎感十足的演技，加上含泪蹙眉的微表情，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崩溃痛苦，只是一场绝望的心碎。不得不说，白鹿在新剧中的表现简直达到了新等级。曾舜晞饰演的男主顾九思也满脸血痕站在雪中，两人抱着孩子伤心绝望，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满身落雪。也难怪两位主角会走向刀剑相向的境地，经历过这样的绝望，很难有个好结局。白鹿饰演的女主在得知孩子死亡之后，演出了心如死灰的状态，虽然头发凌乱，脸上还带着污渍，被铁链束缚的她毫无求生意识，穿着破麻衣瘦成薄薄一片，就连原本圆润的脸颊也变得瘦削。要知道，演员在镜头下至少会胖上10斤，高清镜头下穿着古装的白鹿都已经是纸片人的状态，不敢想象演员本人已经瘦成什么样了。看了白鹿对于临江仙付出的代价，已经开始期待她在剧中塑造的2个角色了。虽说临江仙的故事主线是虐恋，但白九思和李清月还是有短暂甜蜜的时光。花如月拥吻白九思的路透养眼而温柔，这一刻很难想象相爱的两人会成为对立面。曾舜晞的人气虽然不算当红顶流，但他的演技和状态都不错，无论古装还是现代作品都能轻松驾驭，就连对颜值要求极高的银发男神也能轻松拿捏。站在雪中的白衣仙人满目痛楚，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样的大雪里想起曾经。而且曾舜晞的这套银发白衣比之前路透图的质感好上不少，虽然不如云之羽时期的成年雪童子精致，但是高冷上神的既视感。不知道剧中会不会有清冷上神为一人堕入红尘的狗血剧情，想象还是很有看点的。白鹿雪中抱娃路透好虐心，侧面受成纸片人，男主演技令人期待。你觉得白鹿在新剧中演技如何？2. 赵今麦自题走红后，白鹿题也受学生追捧，老师却说会吃亏。只有当老师的人才能深刻领会一些真理，例如过去老师经常强调书写的重要性，但很多学生可能并不真正重视。然而当自己成为老师，坐在阅卷的位置上时，才意识到书写的好与差给人的印象实在有很大的差别。从上学开始，考试一直伴随着学生的成长，无论是中考还是和高考，任何考试都有笔试的环节，大大小小的考试
都离不开我们的书写。那些字迹清晰、整洁漂亮的学生，简直就是让人想给满分。他们不仅书写工整，而且书写也规范，给人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相反，那些字迹潦草、不工整的学生，似乎给人留下了不好的第一印象，让人觉得即使内容再好，答案也可能不够准确，仿佛是考试不够认真的那一种类型。学生可以因其漂亮的字写而受到老师的表扬，这不仅在学校，而且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都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有些学生特别喜欢模仿自己偶像的字体，有些明星的字体也确实值得称赞。赵今麦字体走红后，白鹿体也引学生模仿，老师却说会吃亏。例如，现在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小花赵今麦，因为她工整漂亮的笔记而受到很多人的称赞，甚至被认为是好学生的字体典范。看到她的笔记，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文静乖巧、勤奋好学的女孩的形象。事实上，赵今麦本身也算是一名学霸，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当年她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时，她在文化课程中取得了524分的高分，足以吊打很多本科生。对于艺考生来说，这样的成绩已经相当出色了。即使不考艺术类院校，524分也足以让他进入一所好的本科院校。他平时做笔记的字迹也非常漂亮，娟秀动人，很多学生模仿了他的字体，并在考试中得到了老师的赞扬，认为这种字体不易出错，非常安全可靠。随着赵今麦字体受到欢迎，另一个明星的字体也开始走红，那就是白鹿字体。与赵今麦的字体相比，白鹿字体更加圆润，充满了可爱的氛围，整体的书法同样的工整，阅读也很流畅优美，因此受到了一些学生的喜爱。然而，老师和学生在这一点上却截然不同。有些老师认为白鹿字体虽然看上去漂亮，那是因为只是单纯写在一张纸上，字与字之间的间距还可以。然而，一旦写在卷面上，就会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再加上学生在考试中的匆忙，这样的字体可能不再美观，反而会让老师感到非常不舒服，考试中容易吃亏。虽然很多老师并不反对学生练习赵今麦那种类型的字体，因为他们保持着整洁的特点，但是如果说在考试时最为稳妥的字体，那无疑是老师们最喜欢的楷书。这种字体自古以来就存在，并且是标准字体之一，书写也相对简单，不像一些流行的网红字体那样花里胡哨，因为它经典、简洁、易于书写，特别适合考试。因此，很多老师都认可它，因为在考试中，最重要的是稳定、规范的书写，而不是追求个性。然而，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往往也会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认为应该花大量时间去练习一种独特、有个性的字体。然而，个性并不是考试中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能够取得好成绩。对于字体不太准确的学生来说，可以尝试在自己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也可以尝试学习更加整洁的字体风格，这有助于提高书写的规范性和整洁度。字迹的整洁也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态度，但如果一个人想努力学习并取得好成绩，怎么能允许自己写出潦草的字体呢？这不仅让自己看着烦，老师也嫌弃。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